我们用到的还是这个两种毛笔，一种是中楷的啊，这两支都是中楷的，这是一支小楷的啊，小楷的主要是勾这个我们这个点景的呀、船呀，之类的这个点景用的啊。我们先用这个中楷的画那个前面的树，行，中楷的。来看一下啊，我们还是清水，对，清水啊，然后调大墨，大墨，然后蘸一点重重墨。我们还要从这个靠近我们的位置啊，靠近我们最近的位置，画这个第一组的树，这是树干，先勾出树的时候啊，我们都要记住啊，中锋有一个轻松一些，这就是前面我们最前面的树干部分。因为我们画这个小品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注意这个树近处的树一定要交代的稍微清晰一些，然后可以点这个叶子啊，稍微淡一点，对吧？淡一点，水分呢稍微足一些啊。我们记住啊，画叶子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水分足一些。画枝干的时候呢，画树干和这个枝干的时候啊，用笔稍微可以干一些，但是要画叶子的时候啊，一定要记住水分一定要多一些。对，这就是一组，这就是一棵前面这个靠我们最近的这一棵树啊，我们就完成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再处理第二棵树啊，调一下大墨，再蘸一下浓的，画第二棵啊，看一下啊，第二棵树。我们两棵树的画的时候啊，要注意啊，不要说就是一样的姿势啊，那就画左右左，对吧？这就是第二棵树。然后呢，调大墨，调重一点的墨，我们画第二棵树，也是啊，注意一个横竖加二，
吧？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是前面的树，后面的树，看这个后面的树呢，这是前面的树要是重的话，后面的树就是墨色就是淡的，这样它的这个前后的关系，我们就交代的特别清楚了。这就是前面的一组树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处理这个金车的这有一块这个一部分山石，山石上面呢还要有树。我们要处理山石啊，然后看一下啊，也是淡墨，然后一点重的墨。哎，然后我们要把山石，注意啊，山石的这个结构，左，哎，一笔，上面啊再有一笔。先把这个石头的结构，我们大体给勾出来。哎，我们勾出来，哎，这就是一个石头的结构。这是前面的、左面的、右面的，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啊，十分三面啊。稍微加一些村。我们这个画这个现代画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同时进行勾村擦，可以同时进行。这是前面一个结构，我们再丰富一下，我们后面要再加一个结构啊，加一个结构。哎，这样的这个前面的这一组石头就不那么单调了。这就是一组，然后呢，上面还要有树，我们要加两组树。看啊，我们这个树呢，稍微前面这两棵树是这个特别挺拔的，我们上面树呢可以画的稍微的哎有点变化，哎叫它稍微矮一些。对吧？它这三棵树一看，它就有了区分啊。稍微画叶的时候啊，稍微这个水分足一点啊，我们可以画这个也是就是点叶的树啊。大家注意一些，这个点叶的时候啊，我们要让那个叶子要自然，不要排列啊，要自然一些。
让那个墨呢有个自然的浓淡变化。好，这样3组，这是我们用的点液的数啊。这样感觉有时候觉得啊，全是点液的数，就是说感觉特别平，我们可以呢在中间加一些别的数，比如说这个吧，我们可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加一些别的不同的数。因为我们画的是这幅小品画的是秋天的啊，我们可以加一些，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红叶、枫叶之类的啊。这样出完汁呢，可以点一些小点，到最后我们把它点成红色，对吧？这就一看就是这个点液的这个点液的，但是我们现在加一组这个数，就要把这种破一下，有个变化的数。点一点点，到最后我们在这个墨点的位置，我们要加一些红朱砂。然后呢，这是一组，我们再加上一组，因为这是越来越远的树，我们可以不用画树干，因为它露的只是树头的部分啊，我们就不用加树干了，就是只露出树的头，就是最高的部分啊，我们能看到的部分。老师用的是山水啊，因为咱们画的是水墨的山水，所以要用生选。生鲜的话，我们才可以画出来墨的韵味儿。我们经常说嘛，墨分5色，是不是？干湿浓淡焦，尤其在我们的现在山水水墨山水里面，它会表现得更加充分一些啊。画这个水墨山水的话，大家要用生选去画。下面这是我们要画一组，看啊，要画一组建筑，就是说江边的啊，江边居住的啊，居住的建筑。嗯，注意看啊，房子。我们现在用到的是这个点景用的小楷啊，小楷毛笔都是尖毫的啊。我们要画那个山水的话啊，一般都是尖毫、狼毫。我们画一组这个江边的这个这个建筑啊，因为在江边的啊，他们不是这个平原上的，这个房子啊，就是说它变化比较丰富啊。
它不是像我们这个经常见到的就是坐北朝南的房子啊，因为它这个房子都是在江边依山而建的，它这个错落有致。先画一组离我们最近的啊，更近一些。对，更近一些的房子。这是离我们最近的啊，比较近的啊，这是比较近的，要以此类推，以此类推啊。都是中锋啊，大家看一下啊。我画的时候啊，这个尤其画点景的时候，我们用不到什么侧锋，都是中锋。注意啊，注意这个，如果我们树挡到的位置呢，我们一定要记得把它闪开。这是一组，我们先勾完啊，勾完，最后再上这个，再画上面的瓦啊。哎，再来一组。哎，这是窗户。然后现在画的这就是山墙对我们的啊。现在画一个，就是说窗户对我们的，因为这个都是依山而建的这个建筑，它都是不同的方向，它向着不同的方向。我们窗户也要有变化，对吧？这个建筑都是依山而建的，越来越高。再画一个这个啊，然后这是前面的一组建筑，后边还有。我们山里面去山里写生的时候，经常看到这山里面建筑，这个老式的房屋啊，对吧？都是这个挺好看的。因为什么？就因为它这个建筑的布局啊，对吧？建筑布局啊，这个方向啊，都是不同的，没有像我们现在看的这个都是规划好的，整整齐齐的，对吧？它都有个这个错落有致的变化。看一下啊，看这种窗户，我们要交代清楚啊。一看，大家看啊，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建筑啊，就是山里边的这个江边的建筑啊，都是各种方向都有，各种方向都有。然后呢，都是有高的有低的，特别好看。
是吧？它不像我们这个经常见平原上的这个建筑啊，就是一个方向。我们江边的，就山里面的好多建筑都是依山而建的。然后呢，可以现在画这个房顶的瓦。我们要画瓦的时候，要简单的勾一些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因为这个建筑啊，我们画这个建筑都是，你像这个画的瓦，就是说寥寥几杯，对吧？寥寥几杯就把这个瓦的感觉画出来就可以。啊，不用说我就要和这个真实里边这个建筑一样，这个瓦一层一层的我要勾上，不用啊。我们要画这个写意这个山水的话啊，就是几笔就代替一下就可以了。在画的时候先画竖线啊，竖着，然后再去画横线。横线的话呢，我们是断开的。你不要说有的同学刚学开始说，我就横的都是横着直接接好的，竖的也是直接接好的。那您改成十字格的，它就不是瓦片的一个形态了啊。记住画的时候跟老师一样，先把它的竖线的这个分割再区分出来，然后横线的话，我们到这个竖线格里边再去分段去画。不要画成竖线跟横线都是穿插过去的啊，那样就不漂亮了。对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就是啊，看竖线，然后横线，横线的就是要错落啊，不要和画那个渔网似的啊。看竖线，然后横的勾两个，这可以了。这一组建筑我们就完成了。然后我们要在这个房子的前后，我们要补一些树，让它这一部分丰富一些啊。可以在树的后边，对吧？在后边我们可以加一些树啊，加一些树，让这个建筑呢，就是掩映到这个树丛中。因为我们要表现的建筑它是一个白墙，咱们怎么让它更突出一些呀、对不对，朋友们？所以呢，咱们就用一些树啊，树，因为我们现在呢画的它的枝干，包括它的点叶子，我们都是用一些深的墨色去渲染的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把这个白色的建筑呢就突出的更明显了啊。现在画一个平台，嗯，就是刚才老师说依山而建的，是不对，是？所以呢，它下面呢有一层一层的这个石头的一个结构啊。
你看咱们平时我们看到的这个，如果是在平面上的话，我们的这个建筑它不会有这么高低错落的这种关系变化。它因为后面它还有山石的衬托，我们把它的这个结构跟它所处的这个场景环境要给它去交代清楚啊。下面我们画这个啊，因为有了建筑啊，我们还要怎么上去啊？我们要处理一部分这个山路啊。对，我们要有了建筑，怎么上去呢？哎，我们要修路。哎，我们要顺着这个山路，我们就可以上去了。要一层一层的啊，哎，一层一层的上去了，对吧？大家看啊，就顺着这个山路，我们可以这个上到最高的地方，比较高的地方啊，我们可以，哎，然后呢，树后边我们还有建筑，对吧？我们顺着路可以走，这是鹦鹉在叫啊。嗯，可以用这个画树的啊，画树的钟凯，我们可以画这个后面的房后边的这个远处一点的树啊。
离我们近的这个叫近景的部分，我们处理成现在这个样啊。现在我们开始再画这个远山啊，我们处理一组远山，也是啊，调墨。这组远山呢，有点这个泼墨啊，现代泼墨的这种味道，大家看一下啊。好，清水、大墨，哎，重墨，哎，重墨，由上而下啊，我们可以放到这个画面右上的部分啊。哎啊，这是一种泼墨啊，中锋侧锋啊，中锋侧锋，调点淡墨。我们这个画墨的同时啊，我们可以就着这个墨韵啊，我们可以勾山石的结构。大家看一下啊，我这个调墨的同时，这个毛笔里边这个墨色啊是越来越淡，然后我们这个山那个下边这个虚的部分，我们就自然的处理出来了啊。侧风村趴啊，朋友们。对，自然而然的，看我们调好墨，自然而然的从上往下走，这个墨呢越来越淡，越来越淡啊，颜色越来越淡。然后呢，这个毛笔呢是越来越干，自然而然的这个墨色就虚下来了啊。就实有实的，我们墨有实的，有虚的，线条呢也有实的，也有虚的。然后可以处理云，对吧？这是虚的部分，这部分都是我们留云的部分啊。这是一座山，然后呢，我们画第二座啊。哎，先用大的墨块处理一下啊。嗯。
老师现在画的是这个淡墨了啊，注意淡墨老师的这个用笔。因为我们那个画的蘸墨的同时啊，这个自然而然的它有一个墨色的变化啊。我们画的越远，墨色越淡。把这个山下边虚的部分，我们要把它虚下来，对吧？把它自然的虚下来，就是云。以后我们要处理云的部分。哎，这都是啊，这个到那个你这个毛笔到最干的时候啊，就是最淡的时候，它这个毛笔也就最干了。然后我们可以虚一些远的部分啊，远山的部分。当毛笔越用呢，它里面的水分越少了。当它画出来越淡的时候呢，这时候它也画出来更干一些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向外延伸的这个喷发的指数呢，就可以很自然的就有一个过渡了。下面要画秋景的时候啊，我们远山可以加一些色彩的东西啊，表现一下秋天那种这个山里边就是说红色的那种感觉，我们加深一下啊，就是说可以在远山的部分啊，我们加一些色彩，让它更丰富啊。加的是这个，我们就加这个珠标就可以啊，珠标就可以，珠标里边加一些淡墨啊。就是说它的珠标的这个不要太多，有一点就行，还是以墨色为主啊，还是以墨色为主，稍微给它在那个有一个颜色的，就是加入就可以了。这个珠标里面加了一点淡墨，它出来就这种颜色啊。是代表一下就是秋天。一样啊，我们加的这个颜色的这个画法啊，和我们画这个墨稿是一样的啊。这个画水。今天这个老师看后面处理画面是怎么处理啊？趁着我们这个毛笔上有这个有的颜色啊，我们可以勾远山，不用再蘸颜色了，就直接勾远山。哎，让它虚出来，慢慢的虚出来，哎，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我们要把这个江边啊这一块处理成这个右下角的部分啊，我们要处理成水面。连水学啊。
画水面上的船。因为是这个，我们已经就是说这是江边，对吧？然后这是建筑，我们船就是回来了，就是说在江边休息的啊。先，我们先画这个船船舱的部分啊。稍微的线条稍微细一点啊，因为我们的话这个小船是比较小的。老师现在用到的纸张是30×50的一个尺寸啊。要等墨稿完全画好以后才会上色的啊。这个我们要画这个小船完成的话啊，还要画上倒影。倒影呢也是用淡墨啊，也用淡墨画个倒影。是，轻轻的啊，大家看一下，用这个中楷啊，中楷的毛笔，轻轻的侧锋擦一下，这就是船的倒影。不要太重啊，大家不要太重画这个，要轻一些啊。川是赭石加淡墨啊。对。现在我们基本上这个墨稿就基本上这个勾起了啊。我们在这个完成的同时啊，我们要调整一下画面。怎么调整呢？就是加一些淡墨，加深一下结构。比如说我们画的山石的部分啊，山石的部分，稍微加一些皴擦的部分，对吧？皴擦，让这个石头的感觉啊更坚硬，对吧？更厚重，更坚，更那个更坚，这个更坚硬一些。不要用太重的啊，我们要用淡一点的墨，稍微皴擦一下，然后呢，再加一些淡墨染一些。
对吧？大家看一下这个石头，比刚才的感觉不要更厚重一些。我们那个远山呢，也稍微的啊，加一些，不要加的太多啊，稍微加一些就可以了。这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加一些树，把树这个树叶的部分啊，我们也要加一些弹幕，再丰富一下啊。加它叶子的部分啊，这样呢，这个树叶呢就是更润了就啊，更润了。对，把它变成老师的纸就是普通的生宣卡纸啊，朋友们，就是普通的生宣卡纸。我们刚开始画画的朋友自己用生宣就行了，不一定用卡纸。咱们在直播间主要是平整，因为你用生宣的话，像我们现在老师点弹幕，我们需要一点完它就皱巴了，我们需要去吹它，把它吹干的啊。所以老师在直播间用的是生宣卡纸，大家自己画就用普通的这个生宣就可以了啊，朋友们。因为老师现在讲的这个课啊，是我们属于现代山水，是我们的现在水墨山水，要用生宣去画。咱们现在这个课程不是这个传统山水啊，传统山水画我们一般用熟宣或者半生熟的纸张去画，因为它表现线的东西比较多。咱们现在这个主要是墨色的应用，其实对于大家画写意花鸟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很多朋友画出来画面为什么平淡，是不是？就是因为你的墨色控制的不好。干湿浓淡胶，干湿浓淡胶，我们总说，但是怎么去表现？什么时候浓一点？什么时候淡一点？什么时候干一点？什么时候湿一点？其实我们山水画里面，你看老师这张画里边啊，都能体现出来的。所以大家主要跟这个老师这个课呀，主要就是学什么？学我们墨色的一个应用啊。
对，后面是我们后面是赭石调的淡墨啊。我们可以在山顶的部分啊，加一些苔点，代表了山上的这个杂草啊，对吧？灌木之类的。好，基本上墨稿就可以了。老师现在啊，主要画的是色稿，不是主要画的是墨稿。墨稿呢，主要是表现了我们的墨色的干湿浓淡焦。除了后面的远山，老师用到的是我们的赭石加了一点淡墨画的远山。我们前边的都是墨色啊，都是表现的墨色，朋友们。老师还没上色呢。现在墨稿基本完成了，这个稍微等一下，等一下我们上颜色。下边可以干了，可以上颜色啊。颜色啊，先找这个赭石，来看一下啊，赭石。对，我们勾树干的部分啊，我们勾树干的部分。树干的部分。哦，上一点。不错啊，这个我给它调了好多次，就是用颜色一定要淡要薄，这样我们上头颜色呢就比较亮来透。对，这是树干的部分啊，所有树干的部分我们都是上点赭石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就是说山路啊，山路的部分，我们要加一些，就是赭石里边加一点淡墨，哎，复勾一下啊，就是这是山路石阶，哎，我们轻轻的啊，复勾一下，这是赭石里边加了一点点的淡墨啊，复勾一下。然后注意啊，那个山路台阶的部分啊，我们要留出一点那个白啊，这样可以了。嗯，欢迎朋友们啊，大家下午好。对，现在我们墨稿已经出来了，现在在上色了啊。我们主要用到的颜色，现在用到的是我们的这个色。的部分啊，窗户的部分，我们要染上赭石。对，这都是窗户的部分啊，我们也是赭石。然后这个平台的啊，我们这个中间这一块这个有一个平台，我们也用赭石皴擦一下啊，就用颜色皴擦就可以，对吧？这就是啊，对，今天老师画完以后，晚上就会给大家去上传上去的啊。
因为我们画的是秋天的啊，秋天的景，所以说我们以暖色调为主，以暖色调为主。赭石，我们可以画这个房顶这个瓦的部分啊，我们用花青，花青，花青加淡墨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就是花青，花青呢调一点淡墨，花青调一下淡墨啊，然后那个房顶的部分，这是房顶的部分。是这个树头的部分啊，树叶的部分。我们树干啊用的是赭石，我们那个树叶呢，我们用花青、淡墨啊，看啊，大家看一下花青、淡墨，我们要点染啊，不要平涂，点染。就说我们那个点叶的时候用笔什么样，我们上颜色的时候还是什么样，就是说随着这个原来你点的部分啊，我们再用颜色点一遍，不要平涂啊，大家记住不要平涂啊，就用这个我们开始点叶的时候，墨稿点叶的时候我们怎么点，然后上颜色我们还怎么上，哎，还是这样点，让它的颜色呢有个自然的晕开，对吧？这样看着比较自然。然后它颜色自然而然的它有一个浓淡的变化，深浅的变化，对吧？如果我们要平涂的话，出来了这个画出来以后，它颜色是平的，它没有这个颜色的过渡。越往后啊，我们的颜色也就越来越淡。我们可以颜色里边加水，把它调的淡一点。越往后颜色越淡。朋友们记住啊，老师刚才讲了，我们不要去平涂，我们现在的颜色依旧是点染在我们刚才墨稿的那个底色上啊。你平涂以后啊，你看现在老师画完以后，它还有一些留白的地方，它留白的地方其实就是透气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都用颜色直接去染的话，这一块一片啊，就全部就这个透气的地方就都不存在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为了让它的这种浓淡变化更加的丰富，我们也是要用点染的方法去处理啊。刚才用到的是花青调淡墨，不用上太多的颜色，就是我们这个主要以这个赭石、花青，对吧为主，对吧？远处这一部分这个树丛，我们用最淡的颜色，越更淡的颜色啊，我们点染一下，一下。
这个随类敷彩的意思就是啊，我们的墨色淡，上的颜色就要淡，不要说墨特别淡，上颜色特别重，这样就覆盖了这个墨色。大家看一下啊，你看这个灰瓦白墙，对吧？这一部分出的特别亮。我们可以处理远山，远山折实，哇，折实，调一点点的淡墨啊。大家看一下啊，我这个怎么上这个远山啊？我们顺这个我们勾的墨线啊，勾染一下，勾染一下，就是我们勾的结构线，我们勾染一下。其实我们那个勾染的同时啊，就是说也加深了这个山石的结构，然后在这个山的多了一个层次。我们这个赭石加淡墨，也是在原有的基础上，我们又勾皴擦染了一遍，对吧？一看就是勾皴擦染了一遍。然我们可以，对吧？赭石淡墨染一遍。这个远山的部分啊，这一块自然的留白，这样感觉这个山啊特别亮，特别精神啊。这就可以了。近处的啊，你们近处的这个石头也是用远山的这个染法是一样的啊，不能平涂。来看啊，也是赭石、赭石、淡墨，对吧？也是这个随着这个山石的这个结构啊，去复勾一下。这个就是一个是就是加深一下这个山石的这个结构啊，就是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再加深了一遍这个结构，多了一个层次啊。这样感觉这个山石是就是特别透，特别透亮啊。这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染云啊，染云的我们要用这个干净的毛笔啊，清水。需要处理云的部分啊，我们要先打湿。嗯，清水清水啊，啊，清水。
大家看一下，只要我们想处理云的部分啊，我们都要把它打湿，对吧？因为山脚的部分呀，还有山腰的部分呀，对吧？我们要处理云的部分，我们都要把它打湿一下。还有这个水面啊，水面的部分我们也要打湿一。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就是我们这一部分要画云，云的部分啊，我们都要打湿了。然后那个画那个水面的部分呢，也要打湿。这个我们这个上水的时候啊，一定要用特别干净的毛笔啊，毛笔上一个是不能有颜色，一个不要有墨啊，可以用一个特别干净的毛笔啊，新笔，最好是新笔沾清水啊。你干什么？上了清水以后啊，我们下面用淡墨调淡墨啊，调淡墨我们要这个加上水这个云的部分啊，因为我们没有用这个墨染云，所以说我们直接染云的时候一定要用花青调一点淡墨，调着一种墨青色啊，墨青色，墨青色染云，色染云，花青啊，花青淡墨。
我们这个画远处的一个远山的话啊，我们要加一点这个赭石珠标，然后和这个远山的一个赭石的一个山，我们要融合一下。因为我们画的是秋天的，颜色稍微暖一点啊，都是暖色调的。我们要以赭石为主，赭石为主，这是云，远山的云。上面云我们先处理到这个样啊。现在我们画这个水面，水面的颜色呢，稍微的让它发一点绿，不要太绿啊。大家看一下啊，不要太绿，也是花青，花青，加一点藤黄，加一点藤黄，花青加一点藤黄。我们再加一点啊，花青、藤黄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加一点头绿，头绿，还有一种稍微发一点青绿的颜色，青绿的颜色啊。对，就这个颜色。哎，青绿颜色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调成这种颜色。这是我们要画这个水面的啊，画水面的颜色。上面我们就是轻轻的分染一下啊，让越来这个水面的颜色越淡。我们近处呢可以再加一点花青，如果感觉水这个颜色太绿的话啊，我们可以加花青，加头绿，不要加这个藤黄了就啊，直接用花青调这个头绿就可以啊。看一下啊，这样颜色就会深一点。这样它也在颜色上呢，它也有了过渡，越来颜色越来越淡。近处的山石可以加一些花青，靠近水面的地方啊，我可以加一些花青。下面的云，我们可以就是这一部分的云不用再加了，因为这是远处的云，颜色稍微淡一点是对的。我们近处的这一组山下面的云呢，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，稍微加一点花青。
不要加的太重啊，稍微加一点就可以了。加上山根的部分啊，也是加上山根的部分，让它前后的这个云也有个对比啊，深浅的对比。因为这个云的，我们不要上成一样的颜色啊，一样的颜色都是就是说那个浓淡呀、轻重颜色它没有过渡，这样我们云推不远。前面呢我们处理的它的这个对比要强一点，对，到后面呢越来越淡，你这样它有一个强弱关系的变化。你看我们前面的山的这个云就离我们近了，对不对？后面呢就慢慢的就推远了啊。你看这个几块山的石头也是，山的这个结构也是这样的。前面这一块石头，它的虚实关系对比的更强一些。啊，有朋友问远山为什么赭石色？咱们刚才说了，老师这个整体的色调呢，要画一个秋景。前面的山呢，它是实的，我们会点一些黄色的、红色的一些叶子。那后面远山呢，我们都知道，远远的你再去看那个山上，它有红叶的话，它也是什么样子的？就是红一片了，对不对？后面的山上，因为老师就不点咱们的一些红叶，不处理一些具象的红叶了啊，所以后面远山呢，它就是看上去是红色的。我们要画点远山，虚下远山啊。我们远山也是用这个赭石淡墨。赭石淡墨，虚下远山啊。虚下远山，再加深一个层次啊，加深一个层次。这个远山我们要画成赭石，因为我们表现的是暖色调的，所以说整幅画面给人感觉啊，就是以赭石为主的。这样整个画面啊，就是一种暖色调，统一的色调啊。我们这个颜色如果不够的话啊，我们可以再加。因为这个颜色的话，如果一次加的太多，不容易调整。我们所以加颜色的时候要淡一点啊，一遍一遍的加。不够了，我们再加。加一点啊，再加一点。感觉不够啊，我们再加一遍。表现的这个建筑呢，这个墙面呢，房顶的部分啊，瓦我们可以再加花青，
划清，我们再加一遍，清。这个为什么上颜色一再强调让这个上的稍微淡一点呢？就因为我们要后期的调整的话啊，我们有调整的空间。可以在原有的颜色上面轻轻的再上一遍，再上一遍，强化一下啊。是红叶的部分啊，我们用的是这个珠标啊，珠标点叶，然后远山呢，我们可以点一点珠标，可以，可以了。
基本上就是这个整体上完成。看这个我们山石啊，刚那个山石的时候啊，我们分的10分3面山峰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。大家中锋啊，也是中锋用笔，然后前面的一个面一个山石面啊。我们画这个山峰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这个侧锋、中锋并用啊，勾皴